烈士陵园拍摄期间，杨紫新剧争议不断，长月记名地位参差不齐。在烈上墓地拍老人体模型表演合乎情理吗？街头结论有代言吗？近日，杨紫新剧在烈士陵园取景的消息自被网友爆料后一直居高不下，而古剑奇谭也曾是其中一员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片刻，有的人借点玩，有的人上前解释。网友表示，烈士陵园是横店的拍摄基地，而摄制组的拍摄区就在金佛庄公园附近。这两个地方一字之差，但含义却完全不同。金佛庄烈士陵园是横店著名的消遣场所，主要的艺人包括公园曲线和圣人雕塑。一行人挑选的拍摄区域并没有进入墓地，而是通过外围的金佛庄公园。这里是横店集团的区域射击基地，而这条长长的楼梯也同样出现在了古剑奇谭。天永城的门牌挡住了后面的雕塑，所以这一幕是可以记录下来的，并不是因为长相思集团做了一些荣誉。关于结局，在录制的开始阶段，为了防止剧情和化妆品的溢出，他们会同意提前欢迎封街，而长相思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这里拍摄，而且什么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。万一街道没有被关闭，假设到场的粉丝过多，不仅是客观上的街道堵塞，但即使是这么长的一步，也有可能发生意外。杨紫等人再次去金佛村拍摄的时候，也去猎墓献花。实际上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需要推动价差。尽管如此，这部被央视高调曝光的老套综艺节目，在前期的安排上确实不时出现失误。权威旗帜上只有一张杨紫的照片。尽管小说的情节得到了深刻的重建，但并没有真正提到男性角色，不至于极端。张万一、谭健慈和邓是长相思的3位驾驭艺人，虽然3人的普及率不是特别高，但他们的团结是有目共睹的。影坛无数的新秀，他的陈延年狂妄自大。尽管如此，为什么他会落在这些人身上的动机与杨拒绝采取行动有特定的关系？杨不演，迪丽热巴失手，杨幂烧了8亿买了长相思，凭什么把钱给别人？长相思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，清代古堡经典穿越剧《抱薪》由桐华作曲。他在特定花瓣上获得8.4分，并成为服装时间旅行节目的屋顶级别。这一次，长相思又被央视热播。第一位妈妈控制了节目的定位，收视率也很高。从长相思的故事构建来看，这是一部正统的冠军内容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著名的男明星都不愿出现在大型女主角的剧集中。解释是，毫无疑问可以媲美绿道来衬托女主，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和改变没有多大帮助。近日有消息称，杨洁篪将不再出演男主。大概是这样的，杨现在处于基本变革时期，拒绝采取行动是明智的。无论如何，这次嘉兴选择了杨紫作为勇敢的女人，而不是迪丽热巴，这真是令人费解。对于嘉兴来说，这次可以选择购买长相思的版权，培养自己的专才，是格外有利的。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杨幂这次会用上最出名的迪丽热巴，没想到问答环节就变成了杨紫。为什么这次杨幂没有自己捧专家，而是烧了几百万欢迎不同的工匠？如传闻所示，迪丽热巴的时间表此时已满，她已经在重要的戏剧表演团体中四处走动了大约4年。从专家那里拿钱的示范引起了热巴的粉丝们的愤怒，他们在网上对嘉兴的追捧也在稳步推进。那还让热巴把嘉兴的新手包起来卖了。谁知热巴直接这次错过了，她没看出这个菜鸟是杨幂的脸。或许杨幂也明显看出了迪丽热巴的心思。迪丽卡巴这些年确实过得很艰难，几乎没有休息过，加上艺人的合同时间有限，如果和田合同到期，是否会选择留在嘉兴还很难预测。所以与其把这么大的 IP 给不太确定的热巴，不如去找和他无关的杨紫，毕竟他的抗拒能力是有目共睹的。至于如何会在未来播出，也许现在预测还为时过早，因为还有一个大竞争对手在盯着他。长相思撞上了2023年的大爆发点长月辉烬明的槽点。
近日，《长相思》的演员阵容颇有争议。唐建基之前被列为特等明星，一经播出，引得众多网友疯狂吐槽唐建基才刚刚开始饱受重度犯耽搁的圈套。要知道，影视剧中的特别亮相是给那些业内好奇心最高的演员，在影视剧中出演配角的时候，都会被标注为特别的主角表演，以示尊重。但檀香贤治，不管是流量还是资历，都达不到最高好奇心到这个程度，所以这个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吃多了。而自从开拍以来，《长相思》在戏外就非常爆笑，从杨紫的片酬曝光到杨洋拒绝演戏，甚至与之前相差无几的古装造型、黑树粉末的攻击，让长相思伤痕累累。相反，与他同时开播的《长月之辉》的服装和主要演员，更是让不少人期待。在《长月之辉》前期剧照发出后，剧中每个人的服装都是一大看点。罗云熙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绅士形象，整套服装造型以黑色略带金属感的高冷为主，黑色的铠甲和炽热的黑色发饰尽显优雅高贵的气质。白鹿多了几分少女感，前期一身白裙仙气，后期一身黄色长裙尽显尊贵高贵，观众纷纷感叹，不再是之前的轻纱布裙和白裙。除了长月辉明这次的风景也很棒，在剧开拍前，罗云熙为剧组带来了不菲的投入，丝毫不缺剧组的钱，刻意在9个漏水池基地线覆盖实景。相对于《长相思》的热议不断，长月阿诗明的口碑却始终不平衡，自然也不排除《长相思》被黑粉丝攻击的细节。如果2部剧发生碰撞，不知道这一次哪一部会更受关注，人们会更喜欢杨紫还是罗云熙？02像碎屑一样沉沦是我最近追的一部剧，有点不可思议，我这个年纪还迷上了神仙剧。我是原著迷，小时候看过很多小说，像《三生石里桃花》《当花再落沉香如粉》等几次，对于书中的人物和一些场景都是想象出来的，所以在小说之后影视，如果剧情魔幻，主角的演绎如果人物与小说不吻合，失落感还是蛮大的，会一遍遍刷。比如东宫，从得知花落君子和沉香如粉开拍的消息开始，我就开始期待了。刘雪怡饰演的钟天王和杨紫饰演的燕探，我期望被拉到了边缘。终于在等待了1年多的时间，迎来了沉香如粉的播出。对于小说中提到的男二唐周作为男主于墨换成男二，一开始也是介意的，不过一路下来看看，感觉也蛮不错的 ，CP 也打起来了。这里面的主要人物加起来很多，比如当年的青云志、赵丽颖的碧瑶、杨紫的陆雪琪的配置都很像，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才看了开头。杨紫是少数几个我喜欢的女演员之一，和她合作的那个很魔性的男演员，作为我最喜欢的男演员之一，会更多时候落入我的眼帘。之前对演员程毅的了解不多，只知道他在《琉璃》里演男主，撞了燕坛和樱原敌剧的 CP， 单纯刷剧集花絮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，就在等剧集更新的间隙把《琉璃》看完了边。一个好的演员可以被他所塑造的角色所吸引，观众是评判角色的好坏以及是否有演技的评判者。从知道到知道再到喜欢的转变对我来说非常顺利，因为爱美是人类的天性。这也意味着他参演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在我的搜索列表中。从《大唐荣耀》中的一瞥到《白蛇传》中的天梅，认识了任嘉伦；从笑眯眯的师兄到幻夜中的穆勒。唐朝，我认识郑业成，阳光灿烂的笑容。因为程毅，昨晚看了《青云志》的前2集，才发现他演的是林建宇，这个看戏时让我吃惊的角色。有人说，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我想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相遇。我喜欢他们英俊阳光的脸庞，欣赏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的坚持，以及他们留下的印记，为他们的成功感叹，继续前行。认真追梦，不骄不躁，成功不浮躁，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，这就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。岁月的印记里有许多遗憾，未曾追寻的梦想，已化作镶嵌在胸膛的朱砂。每一次触碰它，我心中的潮水就如同汹涌的波涛。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执着追逐梦想的身影，以及定格在光影之间的画面。青春已经嗖嗖嗖嗖的过去了，是一团糟的不甘，
还是盛开的鲜花让人流连忘返，需要挥手告别。明天将是充满活力的新一天，期待您更好的作品，期待我们更好的明天。03，肖战又一部新剧即将热播，搭档女主又帅又强，等不及看阵容了。说到肖战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他有着精湛的演技和英俊的外表，他演过很多作品，很多都很好。肖战这几年的资源也很不错。现在，肖战的另一部爱情剧要来了，这部剧就是《梦中的海》。该剧讲述了北京一群年轻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，承载着种种梦想，书写着不同命运的风风雨雨故事。1970年代北京一群年轻人的起起落落的故事，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中下一代生活的缩影。肖战在这部剧中合作的女演员是老搭档，演员阵容强大，亮点十足。肖战的演技非常好，相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。知道了男主，大家应该都对女主很好奇吧？这次女主由李沁饰演。出道以来，她的状态一直不温不火，但演技也很不错，长相甜美。肖战和李沁在《狼殿下》之后再次合作，他们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匹配，相信他们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。肖战和李沁的高颜值 CP， 怎么看都有种父爱的味道。两位演员的复古造型十分清新，即便是穿着工作服骑着自行车，也能让观众感受到父母那一代的青春。除了男女主，这部剧还有刘瑞麟、曹斐然、赵鑫、崔航、张凌新等实力派演员。无论是关注个人命运，还是传递普世价值，这部剧都能击中不同年龄段的观众，从而引起同频共鸣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内容的呈现，让《梦中的海》成为一部设定在70年代的青春剧，在目前的剧集市场上并不常见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还是很不错的，剧情精彩，演员阵容强大。你期待吗？随时在下面的评论框中与大家分享。